嗨，大家好，我們是탐者，進入你的世界。我們知道石垣島非常的漂亮，對啊，有時候空拍起來更漂亮。但是日本的空拍機呢是需要先申請的，然後它申請有一點點繁瑣。那我們等一下呢會把這個影片放在裡面，讓你們想要來這邊申請空拍機的人呢可以有一個依據。好，那就跟着我們一起看咯。在進入申請流程之前呢，我要先讓大家知道，日本的空拍法規呢是允許自然人申請解禁的，不論是超視距還是夜飛，只要起飛前2個月呢，線上提出申請就可以了。但是必須先完成日本國內的空拍機註冊。影片的後方呢會有解禁的申請，一次給大家看，記得耐心看到後面哦。我們首先呢，先給大家看一下註冊空拍機的流程。首先呢，你要去到 DIPS 的網站，點選個人選項。這邊呢，要先進去裡面看完規則才可以打勾。看完之後呢，就選擇理解，輸入護照裡面的中文譯名。那下面呢，要輸入你名字的片假名。不知道你自己名字片假名的朋友，可以先去網絡上面找翻譯。在國籍這邊呢，因為沒有台灣的選項，只能選擇其他。之後這邊要輸入英文的地址，你可以先去郵局的網站找地址的翻譯。之後這邊就依序輸入資料，按下確認。來到 email 裡面收信，並且登入它的連結。進來網頁之後呢，一直往下拉，找到無人機登錄申請，點選新規登錄，進來之後呢，選擇護照認證，點下去之後呢，會出現一個 QR code， 拿你的手機掃描它。之後會進入手機的頁面，在這邊呢，它會要你拍攝護照以及個人照的正面。在拍攝護照的時候呢，護照不能有反光以及遮擋，照片要非常清楚。之後拍攝你的個人照，拍完之後呢，就結束了手機的頁面，重新回到註冊的頁面裡。這邊要輸入飛機的型號以及廠牌，下面這邊呢，輸入飛機的編號。編號要去哪裡查呢？你可以進去你 App 裡面，點選右上角3個小點，進入關於。往下拉之後呢，就可以看到了。輸入進去之後呢，要記得舊的機型呢，因為它沒有內建 Remove ID 的發報器，所以你需要外掛之後才能飛哦。但是這個外掛呢不便宜，所以建議你使用2023年之後的飛機，它裡面就有內建了 Remove ID 的功能。確認之後呢，
回到無人機的申請頁面，選取支付項目信用卡，之後付錢就可以了。再回到網頁之後呢，你會看見審查中，如果過關了之後呢，它會 email 通知你。在你到達日本的國土之後，你要打開當地的網路以及你的飛行 App， 點選右上角3個小點，選擇安全，找到了 Remove ID， 按下 Import， 那登入 DIPS 的賬號，導入你的序號之後 ，App 裡面會出現 Import 綠色的字樣，這樣子就完成註冊了。註冊完成之後呢，你還會再收到一封信，告訴你註冊完成。另外，在日本飛空拍呢，除了要下載 DIPS 的 App 看近飛區之外，在這邊呢，舉凡是公園或者私人土地，還有一些有名的景點，它雖然看起來是綠區，但是你還是要寫信去問一下相關的單位，並且申請。以石垣島為例，我寄了非常多次的日文信給區公所申請，並且給他飛行的計劃。八重山區公所呢，還有竹富町的區公所，他有回我哪些地方不能飛，哪些地方可以飛。通常呢，你會看到公園還有一些有名的景點，它都沒有開放飛行。雖然是這樣呢，但是在日本的空拍法規裡面，自然人呢是可以申請夜飛還有超視距解禁的。以下呢，我們就來教大家來申請。首先呢，你要回到 DIPS 的首頁裡，往下拉，看到飛行許可承認申請，這裡呢，你要進入無人機的情報登錄。這個在你註冊的時候呢，是不會出現資料的，你必須全部選擇之後，把它重新填一次。全部選項填好之後，點選下一頁，進入飛機的資料。這邊如果你是美國手的，就選 Mode 2， 之後呢，再回到這個頁面裡，這邊你要再輸入操縱者的資料，一樣點選編輯。這邊一樣，你註冊之後呢，它是不會出現操作者資料的，你必須重新申請過。這個部分呢，是要申請解禁必備關鍵的地方。如果你沒有鍵入這些東西呢，你在申請的時候，你就不會出現你的飛機選項，還有操作者的選項。回到 DIPS 的首頁，點選飛行許可承認申請，這邊選新規申請，往下拉呢，到你要解禁的選項。這邊建議大家呢，一次選擇一種解禁就好，不然退件的幾率非常的高。下一頁這邊呢，它法規規定要有一個觀察員觀看你飛機的去向，還有這邊要設立禁止進入的範圍。後面這幾個選項呢，都要選 EA。只有未滿25公斤的地方呢，要選 High。下一頁這邊呢，你要選擇攝影的業務，其他什麼娛樂這些都不可以勾。你勾了之後，退件的幾率也是非常的高。那飛行的原因呢，你就選擇與目的地相同就可以。這邊選擇1年期的申請比較方便。那飛行日期呢，就是你要去的60天以內。如果你太早申請了，會被退件。這裡選擇不特定的場所飛行。夜飛的選項呢，它不可以選擇全國，必須清楚的選擇你要去的地方，並且對應相對的航空局。進來這個頁面之後呢，你要選擇你要使用的飛機以及操作人。如果你剛剛沒有去編輯操作人還有飛機資料的，你在這邊呢，將看不到任何的選項，就會直接卡在這裡。
放好登陸飛機還有操作人的資料之後，這邊要選擇上機以外飛行使用。那這邊要寫一些法規準則的文字檔案，並且你要複製它的內文，把它貼到這個檔案的說明欄裡面，並且選取該檔案。那這個內文呢，我會把它貼在說明文裡面，你們可以複製使用。下一頁這邊呢，因為外國人呢比較沒有辦法直接買保險，所以你必須填自行承擔後果。雖然25公斤以下的飛機呢，它是沒有法規強制保險的，但是你這邊還是可以斟酌一下，你要不要繼續申請下去。因為在日本，如果發生事故呢，賠償金額是很高的。打勾完之後呢，你就可以送出了。在申請書一欄這邊呢，你可以查詢申請的進度，還有他如果退件了，也會寫在這邊，讓你去改。好，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空拍機申請的影片。你會發現呢，雖然它地圖上是說可以飛的，但其實很多地方呢，還是要去跟當地的縣政府去跟他做申請。比如說竹富町的島嶼啊，你就要說跟那個竹富町縣政府說你要飛它的哪一塊、哪些地方，然後他就給你一個規定，說哪裡不可以飛，哪裡可以飛。對，然後他這個東西要先做報備。對，然後市區呢，就是基本上像石垣島的市區裡面，所有的公園幾乎都是不可以飛。對，但是他也會跟你說哪些地方可以飛。可是我發現在這個地方，大部分都是海邊可以飛，就是它市區的話不給你飛沒關係，你就是可以從海邊這樣子飛過來看一下，偷看一下可以啦。但是不可以從人家上那個建築物那邊，他們就很注重隱私，所以你從他們家那邊飛過去，或者從那邊這樣看過去，他們可能就不太喜歡，所以他們就會說不行飛。還有一些私人的地方不可以飛，對，大概就是這樣。但是我覺得要飛啦，因為很漂亮。對。好，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。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，記得幫我們按讚、訂閱、還有分享，然後記得幫我們熱推一下，因為有熱推的話，這個影片的那個能見度會比較高。對，不然有的網友都覺得我們沒有更新，因為他沒有熱推，他就看不見。對。好，那我們是探路者，進入你的世界，拜拜。